們已經被 trap into 一個很 bad 的 situation。你就說美國從開戰之後，慢慢被誘導進入了一個不利的情境。在美國裡面也是，說實在的，我們那個裡面有美國國防部裡面有很多以色列的間諜，這個我倒不覺得奇怪了。然後他知道川普要跟習近平見面了，如果他能夠拉得更久，他去見習近平的時候，他的 position 就會 lower。然後誰在？就是筹碼會少。對，籌碼會少。然後呢，誰在幫他拉呢？中共。大家好，我是震驚最前線主持人張宏林。上網應該是自由自在的，不應該因為隱私外泄而感到不安。Surfshark VPN 的目的就是讓您不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安心的連線上網。只要一連線上網呢，你的裝置就有可能被追蹤，個人的資料、你的位置資訊，甚至瀏覽的記錄都有可能成為收集的風險哦。透過 Surfshark VPN 可以有效的降低這些風險，讓整體的上網過程更加安全，同時也等於把自己的隱私主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 VPN 是什麼呢？它是一種能保護網絡連線的技術，透過加密傳輸跟隱藏 IP， 讓你的上網行為更不容易被追蹤，同時呢，也能這個突破地區的限制，讓你可以自由的瀏覽全球的內容。使用 Surfshark VPN， 你可以獲得以下重要的這些功能哦。首先呢，你可以更自由的跨區使用，無論是影音的平台、新聞的網站，或者是遊戲的伺服器，你都能輕鬆的切換地區的存取。另外呢，是我們升級的隱私保護哦，可以減少被廣告商或者是網絡監測工具追蹤的機會，可以保護你個人的資料。另外還有一個是 Clean Web 的功能哦，內建的 Clean Web 能夠自動的阻擋上百萬個已知的釣魚網站或者凡人彈出式的視窗哦，可以讓你的瀏覽體驗更加的乾淨。另外是我們 Kill Switch 的防護機制哦，當 VPN 連線中斷的時候，它會馬上停止網絡哦，避免你的資料外泄。所以現在就可以前往我們的網站哦，我們 surfshark.com/free8888，輸入優惠碼 free8888 就能額外獲得4個月的服務期。有了 Surfshark， 能大幅的提升你上網的安全與自由度哦。優惠時間有限哦，現在就開始使用 Surfshark VPN， 讓你的網絡體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自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來收看今天的震驚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節目主持人倪居正。我們知道伊朗戰爭呢，從2月28號打到現在呢，已經1個多月，將近2個月了。那麼這個雖然現在暫時是停火了，但是我們曉得美國跟伊朗談判呢，好像目前為止沒談出任何結果來。伊朗方面給的消息呢也非常混亂，有的要談，有的不要談。但是不管怎麼說呢，這場戰爭畢竟是持續了將近2個月，7周到8周，它的外溢效果已經非常嚴重，多個國家被打，很多人民流離失所，然後基礎設施被破壞，煉油設施被破壞，運輸路線這個被阻攔，但更重要就是有些國家的海水化淡設施已經受到打擊，這對民生各方面來說呢，影響會非常大。所以戰爭會怎麼走，跟原來的這個設想到底一不一樣呢？我們有一些疑問呢，那麼也想去探討一下。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請到了這個美國國防部的前官員呢，Tony 胡先生來跟我們談談這個問題。Tony，how are you? I'm doing okay， 明老師好，你好。你好。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呢，請到 Tony 來，因為 Tony 呢，在胡先生呢，原來在美國國防部呢是負責這個作戰計劃的。所以他對於戰爭的看法呢，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大概就比較看整體啦，打得好，打得好，打得不好，打得漂亮不漂亮。但是胡先生看的就是說，他的執行用他的話來說叫做 execution of war， 或者 war fighting， 到底打得好不好，他看得比較精準。所以今天我們會請胡先生來呢，特別從幾個方面來談一下。我想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哈。大家第一個問題可能不會這樣談，但我想這樣問你，就是從你一個美國前國防部的官員的角度來看，你覺得這場戰爭從開打到現在，以色列的戰略目標有沒有變化？你覺得有沒有變？我覺得他的戰略目標沒有變，因為他剛開始的時候他是說 OK， 我知道伊朗的領袖在這個時候會在這個地方我要打，那我要把它消滅掉，然後我想用這個機會告訴美國，
Netanyahu 告訴 Trump 說，當我打這些伊朗的領袖的時候，很可能伊朗會回擊，然後會打到你美國人在這個波斯灣附近的設施，所以呢，最好你也是跟我一起先打他們，這樣子的話，他就沒辦法打到你的軍事設施。那所以美國就很快就參加了。那以色列參加最主要第一個，他要想辦法保護自己嘛，所以他希望能夠把伊朗的核子武器的制造能力，因為核子武器是可以滅他整個國家的，所以他第一次叫 Trump 進去 Midnight Hammer 啦，去年6月，後來炸完以後午夜重錘，對，然後可能後來Netanyahu說，我们以色列的情報員說，你沒有完全炸完，不是 obliterated， 像川普自己說的，都炸了一塌糊塗，炸完了嘛。事實上，他沒有說你還要再做一次。然後他也需要使伊朗沒辦法繼續攻擊他們，所以像他的中程飛彈的能力，然後他也 convince 美國說，這對你也很重要，因為他以後做成長程飛彈的話，也可以打得到你。所以要把它核子和長程飛彈弄掉。所以美國進去是這兩個目標。以色列不但這兩個目標以外，他要使伊朗沒有辦法支持他的 proxy， 就地區的這些代理人，他沒辦法。真主黨、哈馬斯，然後胡迪，對不對？三個，因為這三個甚至還是小的伊朗跟伊拉克跟敘利亞裡面的什葉派軍隊。對，因為這些人常常就這邊發射一個，這邊炸一個，所以搞得以色列很火，你知道？事實上，這場戰爭開來就是哈馬斯先打以色列啊 ，Exactly。所以那以色列看得很清楚嘛，哈馬斯是伊朗在後面搞嘛，現在 Houthi 發射的飛彈都是伊朗給他過去的飛彈，然後那這個不是給飛彈吧，應該是給了技術吧？技術也有，然後無人機也有，然後也派了專家過去吧 ？Absolutely。So Hezbollah 在黎巴嫩也是一樣嘛，都是，所以他希望能夠把這些 agents， 代理人，如果你把他的頭弄掉了以後，這個就沒辦法打了嘛。所以這是我覺得是以色列的作戰目的。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說以色列的作戰目標有3層，上層就是把伊朗的領導層打掉，然後這個伊朗的核能力打掉，對，伊朗的飛彈能力打掉，然後伊朗的代理人呢把它基本上打掉，對，所以以色列的目標差不多這幾層，就把伊朗打到他沒辦法繼續幫助支持這些代理人，所以我覺得這是以色列開始作戰的目標。那麼也就是說，我不確定，有一點我不確定啊，就是真主黨剛開始打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有沒有想到那麼清楚？這我不確定。當然後來就是打了哈馬斯之後呢，因為當時人家就問我說，啊會不會引爆什麼中東第6次大戰的時候，我說應該不會。因為那時候我把地圖走了一圈，這個 clockwise 這樣走了一圈，我說從這個黎巴嫩一路下來走到埃及，沒有人會打以色列，也沒有人會幫這個哈馬斯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可以安心打他們。我的剩下的問題就是真主黨會不會打以色列，Houthi 會不會打以色列，然後最後就是伊朗會不會跟以色列打起來？對，伊朗會不會打起來？那是差不多3年前，對不對？一路講到現在呢，一件事情都發生了。對啊。那麼也就是我們看見這情況，我們只是不確定說伊朗跟以色列，因為中間隔着2個國家，會不會直接打起來？那現在直接打起來了，所以你認為以色列的目標一開頭就這麼清楚嗎？我覺得以色列自己是蠻清楚的，而且他還蠻清楚是說我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目標，所以我需要美國人幫我打。所以川普被以色列拉進戰場，你認為是如此？Absolutely. OK， 好。那川普當然不會承認了。那現在問題就是，那你覺得以你在美國政府裡面經驗，你覺得美國政府裡面沒有人會想到這一點，然後勸川普說我們不要進去打嗎？我覺得有人勸，然後但勸不動。勸不動，因為 Trump 對自己的 confidence 很高。OK， 好，而且剛開始打仗的時候 ，Rubio 講了說，我們參加是因為我們被 warn
如果以色列打，那伊朗會打我們。對，他那時候講了實話，後來他又講出來，哦，事實上又講了核武器啊，对，搞了一塌。對，等一下我可以仔細的講為什麼我覺得這場戰爭是一個 surprise。美國是被以色列 surprise 就拉進去的。不過我想有人一定會跟 Trump 講說，嘿，不要進去啊。可是他說，BB 說跟我說，BB 是 Netanyahu 嘛，跟我說他們一定會打我們，我們一定要先打，就進了。當然了，有可能了，但是就是說，因為有可能會被打，所以你就要進去，這有點奇怪。所以我先回來整理一下。所以你認為，回到我們剛剛第一個問題啊，所以你認為從開戰到現在，以色列目標沒有改變，即便打到現在，以色列目標沒有改變。我覺得他沒有改變，可是他現在在繼續打真主黨在 Lebanon，OK。他 continue， 因為他覺得這個組織現在還是有能力打他，他要趁這個機會把他打得越弱越好，OK， 因為一停戰以後，說不定美國會說你也不准打了，對，所以他在美國說跟他講說不准打以前先打一頓，所以他現在打他反而影響到美國想做 peace talk 的 issue， 沒有錯，所以可是以色列自己覺得我需要把他們打得越弱，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對呀，我要趕快利用这個機會，因為再過1個月以後，說不定就沒辦法做這個事情了。呀，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們的 objective。所以不完全是納坦雅胡自己的想法，甚至是整個 cabinet 的想法。呀，對不對？這是對他們來講，這是 national survival，一定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們自己做不到，就把美國拉進來做。好，那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伊朗被打了，當然有點怎麼說呢？也不完全是冤枉啊，因為幾十年來你是地區動亂之源呢，對不對？對啊。那個真主黨是你支持打的，哈馬斯是你支持的，胡迪是你打的，是你支持的，然後其他幾個什麼我們剛剛講的，伊拉克也好啦，或者說哪邊的這些敘利亞也好，裡面這些Shia Muslim 這些 mafia 不是 mafia 了。這些這個民兵啊什麼，都是 militia， 都是你也支持的，都是 Shiites， 所以都是 Shiites， 然後所以不完全是冤枉，更何況中東國家真的擔心說，你伊朗如果做出核子武器來的話，我們全部被你威脅了，對不對？對，所以我看到這次上打下去之後，很多阿拉伯國家現在我看到就是UAE， 然後鼓勵美國打，說你打我出錢。然後 Saudi Arabia 那個 Salman 吧說你打我給錢，我給1000億美元。那所以那你覺得伊朗在被打之後，然後你覺得現在伊朗怎麼評估自己國家目標？伊朗絕對不是無辜的，他是個壞人。對 OK， 該打也是應該的。那一開戰以後，我覺得伊朗的目的是說 ，OK， 我們需要保持這個原教旨主義的政權 ，OK，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川普是希望有政權改變嘛，希望有一個起義，對不對？然後政權改變，因為他剛開始有用這個字 regime change， 對不對？那當然。現在看得到 regime change 可能不會發生，不容易呀，因為不容易，機會很少。所以我覺得伊朗的 objective， 他的目的剛開始挨打的時候說，我們這個政權要保護好。OK， 這第一個。第二個，他是希望能夠把他的核材料還是藏起來。現在很多核材料是埋在地下，尤其被炸以後，埋在下面，他先留着那邊，以後他可以挖嘛，對不對？然後再看。然後，因為他還是覺得，我覺得伊朗如果他有核子武器，他可能就不會挨打這一次。他當然這樣覺得。對他的想法是這樣子想法，核武器是保護他的安全，因為他知道以色列已經有了，所以他覺得我應該也有保護我自己，這樣子我不會被以色列威脅。所以對他們來講是這個 logic。OK， 然後當然他們希望就是能保持他的石油的生產能力，不要被那個炸掉，因為這是他們的國家經濟的來源，要不然他們什麼都沒有。OK， 那他現在擔心，如果我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要我的鄰居也什麼都沒有，所以就打 UAE 打 Saudi Arabia 他們的 production facility， 因為你覺得是這個原因嗎？我覺得他這次生氣以後的反應 ，Yeah， 他我覺得是有點 foolish，OK， 可是我覺得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else， 他沒有其他的能力了。我覺得他另外想法，伊朗哈，我覺得另外想法就是，对你們打我了，然後我覺得被打得很慘，但是呢，我要把事情鬧大，对，我把事情鬧大，我把它I'll make a fuss out of it， 我把整個事情鬧大，鬧大就是說不定這個全世界經濟會大亂，然後這油價上升，物價上升，大家都活不下去了，那這樣會大家回去逼美國跟以色列停戰。我覺得那個是这個有可能。另外一個 angle 我是覺得他是希望把鬧大以後，這些阿拉伯國家會，然後跟阿拉伯國家說，美國一天到晚支持以色列欺負我們阿拉伯人 ，OK， 欺負你們阿拉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啊，对，他是 Persian， 他是欺負你們，所以你們現在還要這樣子跟他們一起讓以色列做這些事情嗎？所以這很奇怪了。可是我覺得伊朗來講的話，他如果能夠這個政權能夠保持 ，OK， 然後其他的他們不管，因為這些阿亞托拉事實上對人民多少人被殺的，多千幾萬個炸彈掉在你頭上，其實對他們來講，只要我能夠活得了就好了。所以這場戰爭，我覺得可能還要過一段時間。我覺得這個和談不容易，因為對他來講，他現在有個新的 objective， 因為他發現，他如果能夠拉得越久的話，那對美國的對的 reputation， 就是說對美國的信譽和威望有很大的 impact， 對不對？然後他知道川普要跟習近平見面了，如果他能夠拉得更久，他去見習近平的時候，他的 position 就會 lower， 然後誰在就是他籌碼會少，對，籌碼會少，然後呢，誰在幫他拉呢？中共，對，中共在幫他拉得越久越好。我們就是要 Trump 來的時候，這個還在這個亂的裡面。那 Trump， 伊朗也覺得你拉得越久 ，Trump 因為要 terminate， 要趕快把這個結束，他說不定會 concede， 他 concession， 他會讓步，他會讓步。OK， 你如果聽，我們就給你這個，因為他不想再被 stuck 在裡面，因為他在美國本土的 popularity 也在，而且他有一個 midterm， 他有個期中選舉，對，他一定要把這個弄完了。可是伊朗發現，哎，我現在有這個 control， 你炸我啊，再繼續下去啊，沒關係，你炸幾千個洞沒關係，只要我 survive， 我把這個 drag out， 你就受不了了。所以換句話說，你認為伊朗現在第一次保政權，對不對？這毫無疑問了，我們都知道。然後核材料你只要不拿走，埋在地底下沒關係，將來我慢慢挖出來再用。第三，代理人那邊嘛，不行的話我就暫停一下。對，反正他們看起來還可能還可以撐下去。到時候等到我活回來之後，我再來幫忙。好，這第三個。第四個，飛彈跟無人機呢，我可以再做，沒關係。那石油怎樣？你不佔領哈格島不怎麼樣的話，那我將來說不定還可以再用。所以現在重點就是，只要我撐得下去，然後，如果我覺得哈，我現在我把話拉開，對，這是伊朗的想法。但我覺得中共在想什麼？中共對這個問題是矛盾的。對。為什麼矛盾呢？因為，對這個用伊朗把美國拖住當然很好，然後用伊朗把美國拖住的川普來見我呢，他的這個地位會比較低，他籌碼比較少，這是好事情。但是呢，如果荷姆茲海峽被封了，甚至曼德海峽被封的話，那我的生產會受影響。對，所以我覺得中共是矛盾的。他很矛盾，而且美國不是那麼笨，美國知道中共在後面做這個事情，所以 Trump 對習近平會講什麼呢？嘿，你在搞什麼鬼？我想挺你去幫助伊朗，不讓我聽，因為最近好像試駕他的運20進去了，然後。他經過巴基斯坦，對，把很多東西運進去了嘛，對不對？很多飛彈也經過巴基斯坦進去了，所以
他是在幫助伊朗繼續把這個拉下去，這個戰爭繼續下去。那川普是希望把戰爭趕快結束，所以我就可以選票啊那些。所以現在像我講的，伊朗反而覺得他有一招，那就拖時間，拖時間。然後川普可能會說 OK， 你可以 keep 這個 keep 這個，然後我讓你做這個，說怎麼樣？所以這是伊朗的 strategy， 這是他們的目的。好，那這樣就回到一個很關鍵問題了。如果以色列這樣想，伊朗這樣想，然後美國現在有點陷入到其中，我覺得我不知道對不對如果講的不对的話，你糾正我。我覺得川普原來這個問題想法比較單純對，他大概認為，他當然相信這個 Bibi 跟他講的，就相信這納塔雅胡跟他講的。我們進去我把他們全部炸死之後就 regime change， 然後他們就起義了，就暴動了，然後那個伊朗就變天了，然後你再把這個核武器把它炸掉，什麼核材料把它炸掉，那就 OK 了。大概他想的是很簡单。對。所以打到現在快2個月了嘛。2個月了啊。那你認為，第一，我問2個問題啊。第一就是美國目標有沒有變啊？第一，美國目標有沒有變？第二就是你覺得從你的角度來看，美國這場仗打得好不好？我跟你講，美國的目標一直在變。因為剛開始我覺得美國的目標就是說，核子武器的能力把它全部炸掉，它沒辦法做核子武器，然後把它核子武器的material。都拿走或者怎麼樣？第二個就是長程飛彈的能力 ，OK， 這對美國有威脅的東西，其實這些東西在前面2天就做好了。OK， 做好以後，不曉得誰跟他講，我們現在有機會把它全部海軍、空軍打光，繼續目標變了，我們要 destroy， 他嘴巴裡講我 destroy 他的 Navy 和 Air Force，OK。新的目標是基本做到了，基本做到了。這是新的目標 ，continue the war。因為事實上，它可以 terminate the war at day 2。OK。然後跟伊朗說 ，go back to IAEA inspection。OK。就是回到那個原子總署的這個。那個時候是那 Strait of Hormuz 不會被關起來，知道？那可是他繼續的，然後現在。是他進退兩難，因為現在他的 objective， 他的 original objective 就是說 regime change o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記不記得他講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無條件投降，這都做不到。OK， 這2個 objective 都做不到。OK，nuclear 要看 negotiation，OK， 要看和談以後得到什麼。所以對美國來講，美國的目的 OK。反而沒有做得很成功，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的開始，就是我們開始打仗的時候，我們已經被 trap into 一個很 bad 的 situation。OK， 我為什麼講這個？你就說美國從開戰之後，慢慢被誘導進入了一個不利的情境。剛開始開戰的時候就沒有準備好，因為我們被 rush into it， 因為以色列說我這一天這個時候他們領導都在這邊，伊朗的領導都在這邊，我那天會炸了以後他們會打你的人。OK， 那就 rush。為什麼我可以講這句話？因為你看我們在1991年沙漠風暴的時候。我們做的作戰計劃 ，OK， 那個非常精到，非常 complete， 非常精到，對，Yeah， 那時候我們一看，我們說 OK， 伊拉克可能會在波斯灣丟水雷，因為都是我們的船那些，所以我們一定要掃雷的能力，所以1991年我們把4艘掃雷船放到巴林，那4艘一直在那邊，因為我們不能讓任何國家在那邊放水雷 ，OK， 這4艘到今年1月份才 retire。真的？這我不知道。這4艘被帶走了。OK。什麼時候開戰的？2月28。2月28號。OK。OK。如果我們知道要開戰的話，不會走了，那船不會走。不會走，或者會從其他地方把掃雷艦帶來。OK。掃雷艦什麼時候帶的？是在3月9號那時候，伊朗說我放水雷了，我們的在聖地亞哥馬上把2艘
Littoral Combat Ship， 我們這個新的 LCS 它是 modular， 它有反潛的 module 或者掃雷的 module， 你要把這個 module 放上去。雖然說我們在新加坡，我翻譯一下哈，就這種船呢有2種模式。有不同的模式，對，你可以是掃雷的模式，可以是作戰的模式，或者反潛的模式。 OK， 因為它的不是那麼大，可是它很 versatile。然後我們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這個，可是它上面沒有掃雷的 module。那我先插問一個問題啊，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的掃雷能力很強，對，所以這次日本有說，但我不知道最後有沒有做，他有沒有派掃雷的船進到這區域去？我不曉得。那時候我在其他的 channel 有講過，台灣應該趕快 offer， 對，然後這樣子川普就會謝台灣，去不去都沒關係，反正。不過最主要是從這個角度看就曉得，我們作戰的時候是完全 surprise。哦，明白。如果有作戰計劃的話，像我們打委內瑞拉的時候，我們作戰部長說，我們1個月前的作戰計劃就弄好了。進出打完了就走了。乾淨利落乾淨利落，all domain， 對不對？全領域作戰，對不對？這一次進去沒有掃雷能力，你該開戰嗎？對不對？而且剛開始的時候，Trump 說這些歐洲國家來參加，你打仗以前就應該 build 這個 coalition， 對不對？怎麼打了以後，他連你的 objective 都不曉得你要做什麼，甚至不一定同意。而且他的 role。對，他要參加做什麼？我們打中東打仗以前，他們都飛過去，然後跟我們一起 train， 然後每個國家的 assigned area of responsibility 在我們的 war plan 裡面，就每個國家的分工領域跟他職責非常清楚。你能夠 offer 什麼 capability？ 每個國家來跟我們講，我可以 offer 這個，然後把它這個 fit into 我們的 war plan，我在哪個地方需要這個，所以你要盟軍幫你的話。你在 planning 在計劃的時候就需要把他們帶進來，整合進來。你要開戰以後，你說你來，那不行，那人家不一定高興。人家說你要我做什麼？对不對？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們參戰是一個完全沒有準備好就進去了，進去以後就在 make stuff up along the way。你打仗不能 make stuff up along the way， 不能在這件發生我 react。你作戰永遠要在敵人前面一步，不能至少一步，你不能在什麼事情發生做什麼事情，對不對？放水雷了，我要把掃雷艦帶來了，OK，他開始用無人機打那麼多地方，我要怎麼樣用無人機？所以我們有些很貴的雷達被打掉了 ，TP2 那個對，把打掉了，因為你沒有 set up。你要派這個很 capable 能夠打到其他飛彈的東西過去的時候，你周圍要把它保護好。敵人用其他東西打你。就我們一個 TP2 是幾百萬、好幾百萬的一個大的雷達，THAAD 的雷達就給它打掉了，你知道？然後在 Carter 的那個大的山上的雷達跟我們樂山的一樣也被打了，你知道？這代表你在作戰計劃裡面沒有事先說保護這些，因為我們 deploy 的 asset 裡面一定會有 defense， 不會讓它 sitting duck， 對不對？基本上我們看就是待宰羔羊嘛，差不多就是這樣。是真的，所以這是很慘。你那麼快就把這些東西都飛機運了就運過去了，從韓國拿了我們 THAAD 就運過去了。那以前我們作戰計劃是 entire package。是整套，很完整的整套的作戰能力，作戰能力代表你要這個作戰能力有手保護它的能力，有手跟弓了。对，你不就這樣走進去我有很多槍，你沒有帶你防彈衣，我來了，嘣，給打幾槍，對不對？那是很笨的東西。所以就是說，以你看起來以你的專業看起來，你認為美國這場戰爭呢，美國進入這場戰爭呢，準備的不夠好，對不對？完全不夠好。那準備不夠好，那也就是說，他原先想要達到的目標沒辦法達到。對。那你覺得現在對美國來說，尤其對川普來說，你覺得他能接受最低的底線是什麼？我不敢猜川普，因為他改變的太快。OK， 他改變的太快。那他本來是說完全不能讓他有核子的
material 的東西，說不定他會接受。OK， 只要你讓 International IAEA 看着，你可以就建了監督了。只要監督，你可以就是国際原能總署，對，跟原來一樣嘛。那跟原來一樣，你打了半天，你跟原來一樣。然後其他的很多東西，我們一層層來看哈。第一就是原來希望有一個政權更迭，也就是神权政府倒掉，現在看起來不可能，很困難啊。目前看起來不容易了。第二就是核能力，對，核能力现在看起来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好，那第三个就是你支持地區的這些什麼哈馬斯啦，對，真主黨等等。那這個呢？這個可能暫停一段時間。OK。這個我覺得他們可能會暫停一段時間，因為伊朗自己需要把自己的國家重建。OK， 但你要重建自己的時候，你沒有能力幫助外面。OK， 我覺得這個東西1-2年，可能以色列會覺得比較安全一下。那再看。所以換句話說，斬草不除根了，是不是這樣的？就這樣子。OK， 好。因為他這個互相恨的程度，你沒辦法把一下，對不對？這東西有地區性的這個爭霸戰，然後又有安全問題，對，再來什麼？有宗教問題，還有一個民族問題，對，對不對？這幾個問題攪在一起，而且以色列很難了，也沒有幫助自己，他一直佔領那些 occupied area， 對不對？他本來佔領的，結果沒有還給巴勒斯坦人，自己在那邊又開始造自己的 kibbutz， 對不對？那人家會感覺怎麼樣？你本來就不想還給我嗎？對不對？所以因為有一段時間，記不記得2年前大家 support Palestinian state，對不對？現在也沒有人講，因為他就繼續要做這個事情，所以沒有人能再想這個東西。現在不只是巴勒斯坦了，現在在想什麼呢？他是不是在想黎巴嫩呢？佔領一部分，因為那個他們的我不曉得是不是國防部長吧，出來講過一個 Greater Israel。我不確定它的範圍有多大，但我印象就是有一部分黎巴嫩，甚至一部分敘利亞，或者說約旦，一部分約旦，一部分敘利亞。這個是很嚇人的東西，就像川普說，我要拿加拿大，我要拿 Greenland， 對啊，現在這些有這種 concept 是很奇怪的時間，很嚇人的東西。然後最近這1-2年真的有這個世界的領導人有很大的改變。你只能這樣說了。那這樣我問你哈，我們因為節目時間有限哈，我很快整理一下。所以，我們剛談了這場戰爭開始以來到現在，以色列的目標，你認為沒有什麼改變？伊朗的目標呢，可能略略有後退，那有些可能會暫停，但是最後我可能，如果我力量夠好，我會再重建。但是第一，我要讓自己活下來，然後我要保持我的核材料一部分的核能力，雖然我可能暫時沒有核武，那幫助周邊的這些什麼真主黨什麼等等，那過2年再說，對，暫停。那我的飛彈跟無人機的這個能力呢，基本還有。很簡單，這個能力很容易就 establish。好，那這伊朗的目標，那美國現在很顯然就是，我當然還懷疑就是如果打到這樣的話，川普到底還會不會想去北京我倒有點懷疑，是不是這樣？我也在想會不會再 delay 一次，有可能，因為他進門就不在這個地位就低一點的時候，他會不會去？他川普這種人是不喜歡地位低於。沒錯，所以我最近也是想這件事情，不過現在還不確定，說不定過2天他就告訴你了。那所以現在這樣，最後我問一個總結的問題啊，你把以色列、伊朗跟美國的目標我們都看完了，你對整件事情，你對未來的展望是怎麼樣？譬如說未來1個月、2個月，未來6個月，未來1-2年，你怎麼看？短中長期，你怎麼看？我是希望第一 Strait of Hormuz open， OK， 而且沒有這個透，沒有要付錢的，因為我不敢相信，當 Trump 說這個，我讓他們收錢，然後我也可以收錢，我在想，這有點奇怪，一個天然的海峽，對，是不准收錢的，是啊 ，OK，台灣海峽不准，要不然 Strait of Malacca，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可以收錢嗎？對不對？不行，而且我們那麼多年，我們這叫 Freedom of Navigation Fund，中文怎麼講？那個自由航行，航行自由，航行自由去 challenge 任何人要 charge。我們做了那麼多人，難道都是浪費的嗎？對不對？這跟我們 basic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律是不對不準的。那你嘴巴講出來會讓他收錢，那你可以收錢是什麼？人造的那個 canal 運河，蘇伊士運河 ，Suez、Panama，OK， 你花錢造，你可以收錢。天然的你不准收錢的，你知道，所以希望 open 不收錢 ，OK。我是希望能夠和談，至少讓這個對，因為現在全世界 chaos 嘛，然後我的飛機票越來越貴，不敢相信。當然，這對我私人有一點影響。OK， 第二個是希望伊朗能夠了解，你幫助這些壞人，只是對他自己不好。然後，因為事實上，他為什麼會 focus 這個？對，他的 focus 是把以色列趕到海裡面去。這应該很難了，這 impossible， 這 impossible， 對不对？So recognize this impossible， 那就和平相處，這是我希望。當然了，現在就是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都願意跟以色列和平相處，對 ，already， 但伊朗還不願意，伊朗還不願意，所以希望他能夠看到這一點，世界改變了 ，OK， 你一直 hold on to this， 然後一直 hold on death to America，you know， 不必了吧？就繼續和平相處，然後 develop 你自己的國家，就不必想 destroy Israel and death to America， 就不必了，就不需要摧毀以色列，不需要打倒美國。就看到 future， 看到一個對他比較好的未來。這是我希望從這次事情發生以後，因為說實在話，伊朗受傷很大。對，當然很大，他受傷很大，可是他的這個政權，這個Ayatollah 韌性也很強。一個大的國家的韌性一定很強，而且這個國家有油，所以他的生存能力是很強。OK， 所以當川普說我要你無條件投降的時候，我在想該講這句話，這是不可能的。那現在有一個問題這個現在時間很有限，我很快問一下，你覺得以你現在看起來從外部觀察，你覺得伊朗裡面現在是不是有不同的聲音？也就是 IRGC 跟那個文人政府之間，革命衛隊跟文人政府之間，他的意見是不是不一樣？那這地方美國是不是可以有插手的餘地？是不一樣，You can sense it。那插手的余地就比較難了。我覺得，在這種地方，美國的影響力不是那麼強。不像南美洲那些國家或怎麼樣，美國的影響力可能強一點。在中東，我覺得，因為那個國家大部分的人民那麼多年了嘛，快50年了。对美國的看，對，從79年開始就對美國的看的 angle 就一直是這是 Satan， 是一個魔鬼。所以美國在那邊的影響力，我覺得是 limited。OK， 所以那你不覺得以色列在裡面能扮演一點角色嗎？以色列他們倒蠻厲害的。以色列他們用不同的方法把他們自己的人進去。假裝變成伊朗人是有很多。對呀，他不是說伊朗弄了一個什麼反間諜小組，裡面全部是以色列人嗎？對，20個人。對，從頭到這個底下成員。他這個是經過很多年的 infiltration，這些人都有 training， 然後偷偷的進去以後，拿到伊朗的 ID，OK， 他們的 blend in。是滲透的能力了，对，太厲害了。以色列這個方面是做的比任何國家都好。在美國裡面也是，說實在的，我們那個裡面有美國國防部裡面有很多以色列的間諜。這個我倒不覺得奇怪了。所以換句話說，就是你對這場戰爭，就是如果美國跟以色列想要達到最高目標，應該是不太容易的了。不太容易。那你覺得和談成功機會有多大？不是那麼大，因為後面有人不要他成功。那當然了，所以換句話說，
不管美國、以色列方面也好，或者伊朗方面也好，雙方都不可能拿到他最高的目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双方都得做某種妥協，然後戰爭在某種情況下停下來了，世界秩序不叫做完全恢復，但至少就沒有戰爭了，是不是這樣？希望緊張情勢還在，緊張情勢還在。我覺得第一個，其實伊朗自己也快要受不了了，他需要他的油出口，所以呢，我覺得把哈姆兹海峽打開機會是不錯，可是能夠全部接受互相的條件，我覺得機會不是那麼高。OK， 好。那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就是没辦法很樂觀就是了。对，但是你說十分悲觀，大概也不会，也不会。OK， 好，今天我們節目就进行到這裡。首先，非常謝謝這個胡先生來參加我們的節目。謝謝金明老師。我們邀請胡先生來這裡呢，不是因為說我們看法相似，而是因為他有很多專業呢非常精到，然後非常深入，我非常佩服呢，所以請他來。在這個戰爭沒有結束前，我想大概不會那麼快結束，不會那麼快。希望我們還有機會呢，再次請到胡先生來上我們的節目。今天非常感謝他的出席，那也謝謝各位的收看。希望各位呢，將來多多關注我們的節目。那如果沒有訂閱的話，請訂閱，然後跟你的朋友的分享，然後按下小鈴鐺，這樣就會得到最新通知。好，我們下回再見。